大叔，您的红烧肉盒饭拿好，今早刚杀的鲜猪肉，绝对新鲜。真香，姑娘，你这盒饭分量足，只要15块，简直太良心了，比医院食堂的馊菜强多了。那当然啦，我妈妈做的饭最干净了。在医院门口卖饭，吃的人多，是病人和家属，必须要干净卫生，大家吃了才能安心。让开，都给我让开，给我砸！这什么人啊？怎么砸人家摊子？这不是医院食堂负责人吗？是不是看现在生意太好眼红了？你们这群坏蛋，不准欺负我妈妈！你们干什么？凭什么砸我的摊子？凭什么？凭你黑心，连病人的钱都赚。大家听我说，我都打听过了，其他医院门口的盒饭才卖10块钱一份，偏偏就他卖15。你们说这不是黑心是什么吗？林姐，她说的是真的吗？是，我确实比他们卖的更贵，但我的盒饭用的都是当天现杀的鲜猪肉，和那些用的冷冻碎肉的盒饭不一样的。你说你用的是鲜肉，谁知道是不是？我可都听说了，其他医院小摊儿一盒饭成本才4块钱。林叔，你要是还想在我们医院干，每盒必须降到10块，不然就给老子滚蛋！10块，除去摊位费、运费，我连成本都勾不回来。这笔买卖我不做。不做就给我滚！我是合法经营，这是工商局发的经营许可证，你凭什么赶我走？许可证有个屁用，在江城医院这一片，老子的话才是许可证。妈妈，你们这些坏人不要打我妈妈！王刚，一把年纪欺负人家孤儿寡母，你还要不要脸？你再敢动手，我现在就报警，大家都是证人。刘大爷，你听我说，我这也是为了广大病患家属的食品卫生着想啊。外面的摊贩没有保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家里的病人怎么办？为了我们，你把人家砸了，我们家属去哪里吃热乎饭？吃你们食堂剩下的冷菜吗？大家放心，从明天起，医院大食堂全面推出12元大肉管饱的便民套餐，保准比他这干净，比他这便宜。12块还大肉管饱，真的假的？食堂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我王刚说话算话，说12块就是12块，大家明天尽管来大食堂监督。要是大食堂真卖12块，那确实比这15块的划算，毕竟是正规食堂。你们糊涂啊！他的食堂以前卖的什么烂菜，你们都忘了吗？刘大爷，别说了，我们走。这群人已被低价毙，无利不起早。王刚绝不可能做亏本买卖，12块的红烧肉还大肉管饱，里面绝对有猫腻。多说无益，等他自己露出狐狸尾巴。王刚，人在做天在看，违背良心和底线的买卖必然翻车。小叔，发生什么事了？你胳膊和手怎么全是血？外婆，今天有坏人打妈妈，给妈妈推倒了，还要赶妈妈走。什么？小叔，这是怎么回事啊？妈，没事儿，就是不小心蹭破点皮，就是以后不能在医院门口摆摊了。医院食堂的主管嫌我们15块定价高，把餐车砸了。太欺负人了！我们用的是好肉好菜，15块本来就是赚个辛苦钱，再降价就要赔得底朝天了。所以王刚根本不是嫌贵，他只是找借口把我赶走，好垄断医院的餐饮。妈，生意不能停，咱们不摆摊了，我们租房开个饭馆。开店？医院门口铺子那么贵，咱哪有那么多钱啊？我都想好了，咱们租那间废弃的5金店，那里虽然破，但离医院近。小叔，就算要开店也不能租这里啊！你看看这墙破的，连个玻璃都没有，收拾起来得花多少钱啊？妈，酒香不怕巷子深，这里穿过去就是医院后门，家属出来买饭就图个方便快捷，只要味道好，不怕没有生意。既然你下定决心了，妈就陪你拼一把，干活。妈，只要咱的东西干净，味道好，就一定能做起来。这店我开定了。不对，桶呢？
糟了，秘制卤水桶不见了。昨天餐车被砸，那桶肯定被王江当成废品扔仓库了。没有秘制卤水，做出来的红烧肉根本没有那个灵魂香味，必须拿回来。找到了，太好了！我得赶紧离开，如果被王刚发现，别说这只老卤水桶今天拿不出去，恐怕连我们全家砸进所有积蓄的唐诗小馆都没法顺利开张。不好，有人来了！不能动，绝对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如果这时候被他们抓个现行，张强，磨蹭什么呢？赶紧给老子滚进办公室！来了来了，哥，我拿个报表马上过去。哥，这回咱们要发大财了！我联系到了一个地下批发商，能拿到超低价的肉源。有话直说，别跟老子卖关子。能以每斤1.5块的低价打包卖给我们冷库里存放了3年的冷冻肉。1.5块放了3年的僵尸肉，吃下去会食物中毒的。这群畜生怎么敢卖给医院的病人？1.5块，张强，那可是僵尸肉，要是家属吃出来闹事，砸了我的饭碗怎么办？怕什么？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只要掺入嫩肉粉，死肉就能变嫩，再掺入大量的合成红烧肉香精和工业色素，大火一收汁，香气能飘出3条街，神仙也尝不出是臭肉。用来做咱们大食堂的12元红烧肉套餐，这利润跟开印钞机没区别。好，就按你说的办，多加点香精盖住味儿。那群穷鬼为了图便宜，吃不死就行，就算吃坏了肚子，也找不到证据。王刚、张强拿病人们的命换黑心钱，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哥，字签在这儿就行。今晚肉连夜进库，明天大食堂开张，咱们就要发财了。小叔，你可算回来了。妈，出大事了！我刚才去拿桶，在后勤部听到王刚和张强签了进货合同，他们大食堂明天要卖的12元红烧肉，用的全是冷库里放了3年的僵尸肉。什么？僵尸肉？那可是给病人吃的呀，吃了要出人命的，他们怎么能黑心到这种地步？所以，我们必须在3天内把这里改造成干净的厨房，按时开业。我们要让那些家属有一条生路，吃上一口真正干净的饭。终于装修完了，咱们明天就开业。这都大半天了，怎么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啊？小叔，别硬撑了，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些肉明天就不能用了，全都要浪费了啊！妈，我们再等等，良心做菜，老天爷不会绝我们的路。小叔，不然明天咱们也学别家，去买点便宜的冻肉混过去，不然天天亏本，咱们怎么活啊？妈，越是没人，越要守住底线。如果我们为了赚钱去买烂肉烂菜，那和那种畜生有什么区别？这是做餐饮人的底线，我们绝不能丢。张采购，你们食堂的肉有问题，我吃了上吐下泻。老不死的东西，大半夜在后门发什么疯？说大食堂的饭有问题，我看你就是故意来讹钱的。我今天就只吃了大食堂的。死远点儿！再敢在医院造谣败坏大食堂名声，老子打断你的腿！刘大爷，手脚冰凉，极度脱水，这是吃了媚便变质的东西，急性肠胃炎导致的。妈，快倒一碗温盐水来。好，好，妈这就去。小林，我这肚子暖和多了，没那么疼了。都怨我图那3块钱便宜，去吃大食堂的红烧肉，结果吃完半个小时就开始拉肚子，连黄疸水都吐出来了。
去找他们理论，反被他们打了一顿，扔在雨里。刘大爷，您知道他们为什么卖的那么便宜，而您又为什么会食物中毒吗？他们给你们吃的是冷库里存放了整整3年的僵尸肉。那是酸臭长霉的僵尸肉，万一家属吃出来闹事怎么办？只要多加嫩肉粉和色素鲜精，大火一收丝，神仙也尝不出是臭肉。他们掺了超标的工业级嫩肉粉、香精和色素，把烂肉伪装成鲜肉，再卖给医院的病人家属。那些病人和家属为了省几块医药费才去的大食堂，王刚这个丧良心的，这是在谋财害命啊！僵尸肉，小林，这事情可不能乱说，你确定吗？是我在后勤处亲耳听到的，他们当晚就签了进货合同，王刚和张强的签字盖章就在那张报表上，千真万确。畜生！畜生！这2个丧尽天良的畜生！他们是在饭里下毒，在喝病人的血啊！那么多病患家属，为了省钱，天天排队去吃。小林，你救了我的命，我绝不能让这2个畜生继续作恶，也不能让你的好店被他们埋没。千万不要去医院大食堂吃饭了！他们的12元红烧肉是用放了3年的垃圾僵尸肉做的，王刚在给咱们下毒。大家都来后巷的向阳小馆，这是以前在门口摆摊的林姑娘开的，干净良心。林老板，我爸吃了大食堂的饭吐了一宿，没想到王刚那个绝玩的东西居然用僵尸肉。幸亏老刘头在群里发了语音，以后我们只吃你做的饭，吃的放心。大家放心，向阳小馆每天的食材都是现买现做，绝对不用任何化学添加剂，我拿人格担保。僵尸肉就是省钱，这一天赚的顶得上以前1个月，这和白钱有什么区别？哥，不好了，大食堂今天1个人都没来。你说什么？12块大肉管饱，那群穷鬼怎么可能不来？是老刘头那个老不死，在病人家属群里把咱们用僵尸肉的事抖露出去了。现在那群穷鬼全跑到后巷去支持林叔的向阳小馆了。林叔，又是你断我的财路，等于要老子的命！带上家伙，去把后巷那家破店给我砸成废铁，往死里打！吃什么吃？不想死的全给老子滚！王刚，你带这么多打手闯进来，到底想干什么？这不是饭馆吗？老子当然是带兄弟们来吃饭的。我倒要尝尝你这15块一份的破盒饭，到底放了什么灵丹妙药，居然敢和大食堂抢生意？开门迎客，要是真心吃饭，向阳小馆双手欢迎；要是存心找茬，出门右拐，慢走不送。少废话，给老子来碗排骨面！要是有一点不干净，今天老子砸了你的店！林叔，今天就让你彻底关门大吉！大家快看啊，这面里有工业钢丝球，这种东西要是吃进重病患者的肚子里，是要人命的！黑心商家害命啊！不可能吧？林老板这店一尘不染的，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林叔，现在铁证如山，你这食品卫生简直是谋财害命！老子实话告诉你，卫生局里有老子的老熟人，今天不仅要让你封店，老子还要让你赔个精光！跟他废话什么？封店，赔偿大食堂损失10万块，送他去坐牢！那钢丝球生了锈，要是真吃下去，小馆不是标干净卫生吗？听见没有，林叔，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彻底封店，送我坐牢。王主管，你当真以为吃定我了？你拿个破遥控器吓唬谁呢？王主管，你们这出栽赃架位的双簧演的可真是卖力气。这臭娘们什么时候安的监控？我呸！不要脸的下三滥东西！
居然是自己带钢丝球来栽赃。我这向阳小馆全店监控覆盖，王刚、张强，你们敲诈勒索的证据全被拍了下来。我现在就报警。你说你们要在里面关几年？小林老板，报警，送这2个黑心货去坐牢，我们当证人。哥，穿帮了，警察要是来了，咱们都得蹲局子。林叔，算你狠，你别得意太早。就这个破胡同，连个牌子都看不到，老子看你撑得了几天？这就不劳王主管费心了。你有这闲工夫，还是回去想想，你冷库里那几百斤违法违规的僵尸肉该怎么处理。我们走。微信收款15元，支付宝收款30元。小叔，你看这账单，咱们小馆彻底火了，今天赚的比咱们以前摆摊1周都多。妈，做餐饮最重要的就是良心，只要咱们守住了这根红线，老百姓自然会欢迎。对，咱们用真材实料，挺得起胸膛。林叔，臭婊子，敢挡老子的财路，老子就算不赚这个钱，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哥，地下的批发商说货款两清，死活不给退货。咱们冷库里还压着整整2万块钱的肉呢，要是砸手里，咱们就亏大了。退什么退？林叔不是喜欢讲良心吗？老子倒要看看，没了生意，他那良心能值几个钱？哥，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通知下去，从明天开始，医院大食堂全面降价，盒饭10块1份，素菜全部免费送。老子用价格战耗死他！看那群穷老是去吃他15块的饭，还是来吃老子10块钱的肉？林叔那臭娘们想跟老子斗，老子这回非要把他彻底整死！哥，这招实在是高，有便宜不占王八蛋。那群穷鬼看到这个价格，腿绝对迈不开。跟老子抢生意，看谁先被拖死。10块钱带大肉的红烧肉盒饭只要10块，连素菜都不要钱了。可前几天不是刚查出来，他们大食堂用的是存了3年的黑心肉吗？这饭谁敢吃啊？怎么不敢吃？现在外面卖的饭不都是冷冻肉吗？也没见吃死过人。开饭了！10块钱大肉管饱，饭月卡只要200，赶紧排队，晚了就没了。让让，都给老子让开，给我留一份10块钱的红烧肉套餐。我爹正躺在重症病房里等着吃肉呢。挤什么挤？大家都等着呢，按顺序排队。作孽呀！这群孩子怎么又回去了？谁拽我？刘大爷，孩子，你们怎么又回大食堂排队了？前几天我食物中毒上吐下泻，你们都忘了？王刚他们后厨用的是放了3年的僵尸肉啊！吃这个，你们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啊！刘大爷，您快松手吧，别拦着我了。老刘头，你天天在这大食堂门口唱衰带节奏，你到底是怕我们吃的不健康，还是收了那个林叔的好处费，才天天在这儿卖命，替他当狗腿子宣传，抹黑大食堂？你胡说八道！我老刘头活了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是为了救你们的命啊！可那是僵尸肉，吃进去是要生大病的。僵尸肉？老刘头，你口口声声说大食堂用的是僵尸肉，你有证据吗？你亲眼见大食堂用僵尸肉了吗？我是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吃了大食堂的饭，吐了1下午，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这总做不了假吧？而且林老板亲耳听到了，王刚和张强在办公室里说要进1块5一斤的3年陈僵尸肉啊！大伙儿听听，这不就是没有证据吗？空口白牙在这编瞎话。按你这样说，我还说他林叔用的全都是地沟油僵尸肉呢。我没有亲眼见到，
谁知道他在后厨用的什么肉啊？他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让你这么维护他？是啊，老刘，你怎么总替林叔说话？他不会真给你好处了吧？是啊，便宜饭我们吃的高兴，你天天跟个苍蝇似的拦着大伙，不让大家去大食堂买便宜饭，不会真的收了人家的宣传费吧？你这心眼也太黑了！你们血口喷人，我老刘不会干这种缺德事儿。既然你们不听劝，那我也不管了。到时候吃出来问题了，看你们怎么办。哼！装什么清高啊？想拉老子去当冤大头，门儿都没有！小叔，别擦了，你看看外面，这店才刚火了3天，怎么一眨眼又没客人了？我打听过了，大食堂那边搞10元管饱活动，大家为了省钱都去了，咱们该怎么办啊？小叔，妈求你了，咱们也跟着降价卖10块吧，总比在这干耗着，眼睁睁看着店铺亏死强啊！再这样下去，咱们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妈，绝对不行！跟着大食堂打价格战，只有死路一条。我们采购的全部是当天最新鲜合规的鲜肉，如果强行降到10块，要么我们撑不过半个月就破产，要么我们就得逼着自己去用黑心油和烂肉。只要我林叔还开1天店，这种昧良心的事儿就绝不可能会做。咱们的良心能当饭吃吗？妈，您放心，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妈，您先别急。王刚和张强贴出低价告示，就是想把所有的客流都垄断过去，逼迫我们也跟着降价。一旦我们跟着他的节奏走，我们的资金链就会在3天内被他彻底拖垮。这是王刚专门给我们设下的陷阱，但我偏不跟着大食堂的节奏走。既然普通快餐他们用下三滥的手段堵死了，那我们向阳小馆就另辟蹊径，单独开辟一条专属于我们的精品迎餐路线。精品？小叔，你是不是急糊涂了？这大食堂10块钱管饱，把客人都抢光了，咱们搞什么精品营养餐，能有人买吗？那些人连15块的盒饭都嫌贵呀。妈，这3天大食堂抢客人的时候，我可没闲着。我偷偷去住院部病房做过详细的调研，结果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刚需市场。妈，医院里有大量的重病患者，他们的身体极度虚弱，根本不能吃大食堂那种重油、重盐，甚至是用僵尸肉做的毒盒饭。他们必须要单独定制干净、高营养的专属营养餐，这个市场是空白的。你是说，我们给这些病人做饭？对，市面上的专业营养餐动辄5、60，如果我们做，定价20到25。对那些家属来说，病人能吃得干净有营养才是最重要的。小叔，这主意听着是能成，可你每天起早贪黑做普通盒饭就累得腰都直不下来了，现在如果要定制营养餐，各种炖汤配菜那么复杂，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忙得过来？你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经不起这么熬啊！这是向阳小馆唯一的翻盘机会，大众快餐的路已经被王刚彻底堵死，哪怕脱掉一层皮，我也必须把这条精品路走通。妈，现在大食堂把普通快餐的客流抢走了，咱们正好有时间。营养餐做的是精细，不是分量，只要咱们规划好配餐流程，目前前期的订餐量，我一个人完全能顶得住，累不坏的。等后面名气打响了，咱们攒够了本钱，我立刻在外面聘专业的厨师来帮忙。好，妈听你的。明天开始，妈天天给你打下手，咱们娘俩一起把这条新营销路拼出来。这大食堂的脏饭便宜，我吃能省1分是1分。但我生病的小女儿还在内科病房躺着，医生说了，她的肠胃绝对不能碰重油重盐的脏东西。林老板，给我女儿订一份清炖鸽子汤，现在就送到内科4楼。给
也订一份，多花10块钱算什么？只要我老伴儿吃了，能吸收营养不拉肚子，这20块钱花的比什么都值。微信收款20元。张强，丧尽天良的畜生！今天必须老老实实告诉老子，你们大食堂后厨里卖的那些肉到底是什么恶心的东西？去你妈的！哪来的疯狗当街咬人？老子天天自己倒贴钱造福老百姓，你他妈吃了肉还敢来找茬碰瓷？新套餐，我呸！老子听了你的鬼话，把那些毒肉喂到我爹嘴里，结果呢？他才吃了1个星期，昨天晚上突然休克，现在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我爹全身多腺期不可逆衰竭。今天不给我个说法，老子弄死你！说法？你爹本来就是个快要咽气的重症病户，自己受触到了吐血，关老子什么事儿？没有证据，你少在这跟老子扯什么僵尸肉，想拿死人来大食堂敲诈勒索？你找错庙门了，真不是个东西啊！是我害死了我爹啊！张强，你这个杀人犯，老子要报警抓你！报警？妈的，给脸不要脸的穷鬼，嘴巴这么臭！兄弟们，带家伙出来，给老子狠狠的打，打到他闭嘴为止！呸！不知死活的东西，把他给老子扔进后巷的垃圾堆里去！以后他要是再敢靠近大食堂1步，直接打断他的腿！儿对不起你。说吧，后巷那家破店现在亏成什么样了？是不是被老子的10元管饱彻底砸断了气儿，求着要关门大吉了？哥，事情不对劲儿，我刚从胡同那边打探回来，林叔他吞吞吐吐是干什么？给老子大声说！他倒闭了没有？哥，向阳小馆不仅没有倒闭，反而靠着20块钱一份的什么精品营养餐，天天爆满，队伍都排到马路上了。什么玩意儿？营养餐？老子天天倒贴钱做10块钱的盒饭，那群穷鬼居然跑去他那儿买20块的营养餐。哥，你冷静点，实在是林叔太狡猾了，他钻了病号不能吃重油重盐的空子。废物，全他妈是废物！老子为了搞垮那臭娘们儿，每天自己掏腰包倒贴大食堂，结果他一转头去捞病人的高额利润，现在成了全院的笑话。王哥，您先消消气儿，犯不着为了那臭娘们儿气坏了身子。他现在自以为聪明，走高端路线。那是他太年轻，还没尝过社会的毒打。老子的资金全都套在大食堂里了，你现在跟老子说这些风凉话？王哥，您听我解释，既然正面的价格战打不赢，那咱们就从侧面使暗招，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由不得他不趴下。使暗招？你脑子里又憋着什么坏水？快说！林叔现在最大的依仗是什么？不就是那群病患家属图他的饭菜干净卫生有营养吗？哥，只要咱们在他的饭菜上动点手脚，那群穷鬼省吃俭用也要给病号买营养餐。要是病号吃了他的营养餐，当场上吐下泻，甚至吃出人命来，那群家属还不得把林叔活活撕了？一旦病号在向阳小妖吃出了大事，性质可就变了。到时候咱们再找关系，让媒体一报道，工商局、卫生局一查封，他这辈子都别想翻身，直接去坐牢。彻底查封，不仅能整死他，还能逼得那些家属不得不回大食堂吃饭。好主意！富儿过来，咱们计划计划。给我来一份精品排骨营养餐，打包带走。这人怎么戴着这么低的帽子，而且进门就东张西望，不像是正经来买饭的家属。好嘞，20块一份。这位大哥面生得很，是新来住院部陪护的家属吧？在哪个科室啊？对，刚陪护，新来的，在内科。家里人生了什么病啊？大哥怎么看起来满头大汗的？很着急吗？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摔断了腿，我是太热了。这人连撒谎都不会，摔断腿怎么回去内科看病呢？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不行，我一会儿得跟上他，看看到底有什么猫腻。您的营养餐好了，请拿好。该死，老子怎么这么不争气？我绝对不能在这贱人面前露了马脚。要是被张强知道了，肯定得活撕了我。
买个饭吓成这样，而且钱掉在地上连数都不数，这人一定有问题，我得跟过去看看。妈，后面的餐你先帮忙照办着，我有紧急的事出去一趟，很快回来。哎，小叔，后面这么多订餐的家属呢，你干什么去啊？这里是医院后门废弃的后勤死角，他跑来这里干什么？王刚、张强，这两个家伙居然来了，果然有阴谋。强子，老子交代你办的事儿都妥了吧？药带过来了吗？王刚和张强难道要给范做手脚？我必须留下证据。哥，我办事儿你就放心吧。张强，东西没拿错吧？这次要是弄不死那臭娘们儿，老子拿你试问。王哥，这可是我特地从黑诊所高价弄来的强力泻药，一头壮牛吃了一丁点儿也得脱水休克。很好，林叔那臭娘们儿不是很能耐吗？小子，你现在就把这整包药全给我撒进这盒营养餐里，等药融化了，你就拎着空盒回餐馆，当着所有家属的面给老子撒泼大闹，就说吃出了人命。王刚、张强，既然你们铁了心找死，这一次彻底送进去做了。张麻子，你给老子记好了，等会儿冲进小馆，你就给老子死死咬定，说你刚吃了他们的排骨营养餐，现在肚子疼得快要死了。真哥，这能行吗？万一林叔那臭娘们报警，把警察招来，咱们不就露馅了？露馅儿！老子就是要你把事情彻底闹大，等警察来了，看以后这一片谁还敢买林叔的病号饭，他那破店必须给老子破产。张强说的对，只要你把事情闹大，那贱人的名声就算彻底砸了，再也翻不了身。拿着，这只是定金，只要你今天把事情办得漂亮，剩下的尾款老子一分不少你。这次一定要让林叔在这一片彻底抽掉。王哥，您放心，只要钱到位，我今天就是拼了命也把他的饭馆闹个底朝天。林叔，这回老子送你上西天！王刚、张强，你们可真是自寻死路，买凶投毒，敲诈勒索。王刚，你就等着在牢里过下半辈子吧。小叔，你可算回来了！刚才急急忙忙跑出去干什么了？急死我了！妈，没事儿，就是处理了点小事，去后门处理了几只到处乱窜的耗子，打饭交给我吧。耗子？咱们店里可干净得很，哪来的耗子？给打死了没有？妈，别担心，一会儿那几只耗子就会自掘坟，死都不知道怎么死。林老板，你这手艺真没得说，精品营养餐炖得又烂又入味儿。我那刚做完手术的老爹吃得特别顺口。大家吃得顺心就行。我们向阳小馆用的可都是每天早上采购的鲜肉、新鲜蔬菜，绝对安全。疼死我了！别吃了，大家千万别吃了！这家店是彻头彻尾的黑店啊，他们的饭里有毒！黑心商家害命啊！我刚在这儿花20块钱买了一份精品营养餐，结果刚吃了几口，肚子就疼得跟刀割一样，这是投毒啊！哎呦，什么有毒？我刚给我家重病的老头子送了一份上去，这要是吃出好歹来，不是要了命吗？快，赶紧跟我上住院部救人去！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们的食材都是用的最新鲜的，怎么可能吃坏肚子啊？放屁！老子就是吃了你们的营养餐才变成这样的，铁证在这摆着，你们还想赖账？疼死我了！哈哈，精彩，真是太精彩了！林叔，你前几天不是很能狡辩吗？不是天天在群里标榜自己是良心餐饮吗？
怎么会有人吃中毒了？大家伙儿都瞧见了吧？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家破店根本没有任何卫生资质，这就是下场，就是在拿病人的命开玩笑。一个没有资质的黑心死胡同小作坊，哼，也配卖什么精品餐？大家以后可千万别来这儿吃饭了，这是在害人呐！王的，我们的饭菜都是最干净的，你别在这血口喷人，坏我女儿的名声。最干净，人都躺在地上要疼死了，铁证如山，你还敢睁眼说瞎话？你们血口喷人！我女儿做的饭是天底下最干净的，绝对不可能吃坏肚子。你们这两个黑心烂肺的东西，上次砸我女儿的摊子，这次又来使坏，老天爷迟早要降雷劈死你们！老太婆，老天爷可不看谁嗓门大，人都躺在这儿快死了，你在这儿叫唤什么？犯了法，你们母女俩今天一个也跑不掉。王主管，你就这么急着办场合嘉宾，是不是有点太心急？心急？林叔，现在苦主就在这躺着，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死鸭子嘴硬。林叔，老子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以为光凭嘴硬就能逃掉？各位家属，大家伙儿可看清楚了，这位小兄弟吃出食物中毒，可跟我王刚没半毛钱关系。我不过是一个路过的好心人，看不得有黑心店家谋财害命罢了。林叔，老子明明白白告诉你，你这是销售有害食品，是要判刑坐牢的。小叔，这可怎么办？清者自清，您在旁边看着就行。林叔，你要是识相，现在立刻关停向阳小馆，给老子卷铺盖滚出江城医院，然后再老老实实拿出20万块钱的医药费赔偿给地上的这位小兄弟，否则老子现在一指头按下去，立刻报警让你去坐牢。那行啊，既然你们想要报警，那就请张大经理受累，现在就立刻拨号。你主动要求我们报警？怎么，张强，不是说我们销售有毒食品吗？那就赶紧打报警电话，顺便也把卫生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人一起请来，等官方的检测结果出来，到底是谁在饭里下毒，就一清二楚。这娘们儿怎么一点都不怕？难道他是在跟老玩心理战？对，绝对是。药是张强亲手当着我的面撒进去的，饭盒现在就在张麻子手里，官方检测出来只能是强力泻药。他今天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翻不了盘。证据就在老子手里，信成个死女。打！现在就给老子拨号！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今天就成全你，送你进去蹲大牢。对，报警！今天非扒了你的皮不可！警察同志，执法人员同志，你们可算来了！你们一定要为老百姓做主啊！就是这家黑店，为了赚黑心钱，在饭里下毒，害病人家属。你们看看地上的小兄弟，吃了2口饭，疼得满地打滚啊！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有人举报你涉嫌销售有害食品。按照流程，我们现在要依法扣押封存可疑的餐食，并检查你的后厨和营业执照。林叔，警察同志问你话呢，你天天吹嘘自己干净，现在流量在哪儿呢？拿不出来。今天你这黑店就等着贴封条吧。他肯定没有流样，警察同志，快把他抓起来！警官，这是我们向阳小馆的全套合规证件，我的个人健康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在里面，一证不缺。不仅如此，这里还有我开店以来每一次去正规农贸市场采购肉菜的盖章收据，全部按日期分别建档。这些票据可以100%证明我们店里的食材来源绝对合规。哼，有票据能说明什么？买的是好东西，不代表你做出来的东西没毒。地上这位兄弟可就是吃了你的排骨餐才倒下的。王主管，别急啊，我们这间厨房在改造时就安装了全方位的无死角监控，而且
店里售卖的每一锅精品餐，在出锅的第一时间，都会在留样柜里进行独立密封留样。留样。今天这批排骨汤的留样就在这里，执法人员同志可以随时拿去化验。大家快看，大屏幕上清清楚楚，人家打饭的时候干净的很，汤里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唯独他吃的那盒有毒。人家操作合规，流量齐全。我看这根本就不是食物中毒，是有人故意演戏栽赃，想要敲诈人家吧？这位大哥，你一进门就躺在地上大喊大叫，口口声声说吃了营场餐肚子疼。现在我们的后厨和刘湘已经自证清白，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在执法人员来之前，你们一开口就要20万块钱的私了费，警官通知就在这里。伪造证据加上敲诈20万，已经构成敲诈勒索了。警察同志，我说我全交代啊，我是装的，我根本没中毒。你血口喷人！大家别听他瞎说，这人就是个骗子！就是他们，是医院大食堂的主管王刚和采购员张强，是他们塞给我1万块钱现金，让我假装中毒陷害林老板的。那盒排骨汤里的药也是张强在巷子里亲手倒进去的。求求你们宽大处理，不关我的事啊，警察同志！你这个下三滥的无赖，你少在这血口喷人，老子根本不认识你，你这是诽谤！诬陷！你这是恶意诬陷！大伙别听他瞎编，他根本没有证据，就是在血口喷人！我没胡说，这就是王刚刚才给我的定金，药就是张强倒进去的，就在后门巷子里。王刚、张强，你们两个这出狗咬狗的戏演完了吗？你们真以为你们干过的脏事没人知道吗？林叔，你少在这装神弄美，这无赖自己投毒敲诈，关我什么事儿？有没有关系？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大屏幕。完了，什么什么说跟过去的，彻底全完了。林叔，你以为放个视频就能整死老子？我王刚有的是钱和关系，今天老子就算跟警察走一趟，要不了几天，老子就能被放出来。等老子出来的那一天，就是你全家的死期。王刚，我当然知道，仅凭这一包泻药是不可能彻底扳倒你这种社会毒瘤。你什么意思？所以，为了让你死得更明白，我今天还特意给你准备了另外一份大礼包。王哥，这回咱们要发大财了！我联系到了冷库批发商，能以每斤1块5的低价打包收购一批变质肉。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个录音？还好我当时录了音，现在才能扳倒这两个毒瘤。那可是僵尸肉，万一家属吃出来闹事，砸了我的饭碗怎么办？怕什么？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只要掺入超别的嫩肉粉，死肉就能变嫩，再掺入香精和色素，大火一收汁，香气能飘出3条街，神仙也尝不出是臭肉。畜生！你们这两个丧尽天良的畜生！打死这两个谋财害命、吃人血外毒的东西！王刚，听清楚了吗？你们违规使用化工日记，投毒危害病患健康，你还想狡辩吗？这录音是伪造的，你没有证据。我没有证据。警官同志，王刚食堂地下冷库里现在还囤积着整整500斤僵尸肉，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立刻带走！通知第1分队，马上查封大食堂冷库，带检测人员现场封样。哥，救我！我不想坐牢啊，哥！林老板，之前是我们院方监管不力，让王刚这种人渣害了病患。今天我代表院方全体，诚恳地邀请您和您的向阳小馆正式入驻医院大食堂。您放心，做餐饮最重要的就是良心，只要我林叔在一天，就绝不让任何一个病患吃一口脏饭。但是我入驻大食堂有3点要求。林老板，咱明人不说暗话，如今我们医院食堂的名声被王刚的混蛋败坏的彻底坠落谷底了。只要你愿意带着向阳小馆入驻，所有的福利待遇你尽管提，咱们都好商量。张主任，
感谢院领导对我的信任。不过大食堂这个烂摊子不好接，老百姓现在的信任度太低，想把口碑做回来，我们得先小人后君子。林老板，你尽管提，院里这次是下了决心的，只要能挽回名誉，我老张绝对全力配合。那好，咱们约法3章：第一，饭馆入驻后，大食堂所有菜品的价格定价权必须由我亲自制定，医院行政部门绝不能随意涨价和干涉。林老板，大食堂毕竟有院里的民生福利指标，这定价权要是不在后勤科扣着，我怕到时候不好跟上面交账啊。张主任，正因为是福利指标，价格才更要阳光透明。如果价格掌握在旁人手里，今天一涨价，病患家属就会觉得向阳小怪和以前黑心的大食堂没区别，这第一步咱们就输了。有道理，行，这一条我应了，价格你说了算。第二，后厨的所有人员招聘、采购和留用，全由我自己严格把关。我的后厨绝不接受后勤处塞进来的任何一个关系户。成，我也早就烦了那些塞进来的蛀虫，谁敢在这时候塞人，我老张亲自去顶着。第三，后厨的所有蔬菜、肉类原材料必须由我自己亲自进货、亲自把关渠道，我会按时出具正规发票给财务告查。林老板，前2条我咬咬牙都能当场拍板，可这第3条，医院的食材采购是有指定供货商的，那是院方和上面签了合同的，我一个后勤科负责人实在做不了主，这必须得请示院长。张主任，我知道您有您的难处，但王刚买黑心变质肉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货源是餐饮的命脉，如果进货渠道不由我亲自把关，我没法对病人和家属负责。如果您做不了主，那抱歉，这合同我不能签。林叔啊，你这脾气怎么跟石头一样硬？那供货商可是上面定死的。张主任，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做饭的，我得对得起我的顾客，对得起我的良心。行，我现在就给院长办公室打电话请示。老张啊，怎么了？院长，林老板坚持要自己掌控进货渠道，那个指定供货商那边……行，现在最重要的是全力支持林叔同志，把医院食堂的恶劣的名声给我挽回来。答应他。林老板，你听到了，现在全院都配合你整改食堂。这新来的大食堂承包商怎么这么年轻，看着像个刚毕业的？听说这位就是向阳小馆的老板，这次拿下了医院食堂经营权，要大量招人，这可是咱们的好机会。我知道大家在顾虑什么，害怕进去了只能当切配工，不能掌勺，害怕跟着黑心老板名声臭掉。这就是我后厨唯一的考核标准，只要有我林叔在一天，后厨就没有任何裙带关系，能者上，庸者下。林老板，你真能让我们这群没背景的实习学徒直接上灶掌勺？只要你们守得住餐饮人的初心，我保证待遇比外面高3成。干得好，不锈钢就得露出原来的亮银色。林总，菜场供货车到了，全都是今早刚下地的新鲜货。各位，后天大食堂正式开张，咱们要用实力让全院的病患和家属看看什么叫良心餐饮。林老板，你现在生意越做越大，直接接管市医院大食堂了，居然还天天坚持大清早亲自来市场挑猪肉，真是难得啊！赵哥，瞧您说的，正因为大食堂盘子大，涉及那么多病人的嘴，我才更得打起12分精神，进货不能出一点差池。现在像你这样踏实做买卖的年轻人真是不多了，你要是想吃回扣，倒手赚差价，大食堂的一天的油水可不少，但你一次都没跟我提过。老赵，我打心底里服你。大家就是因为信任向阳小掌柜的招牌，才愿意去大食堂买饭，我绝不能让信任我的人失望。做餐饮的，要是把良心丢了，这买卖也就到头了。师傅，你们这分量这么大，这一大勺全是给我的。我们林总交代了，做饭干净，分量给足，大口吃，吃不够您说话，咱后厨大锅里管够。太香了，真是绝了！不仅干净，分量大，最难得的是最近猪肉物价涨成那样，大食堂居然还坚持15块钱不涨价，可不是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良心饭。以前王刚在的时候，简直是在喝我们的血。
只要大家吃得满意，吃得放心就好。我林叔在这儿给大家保证，以后我们的价格绝对不涨，品质也绝对不会变。对不起了，林老板，我老赵也要养家糊口，实在得罪不起那尊大佛。赵哥，您这是干什么？我今天是来拉200斤排骨的，是价格有变动，还是出什么问题了？林老板，你老实告诉我，你最近是不是在外面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大人物？我只是个开餐馆的，去哪儿得罪大人物？今早我们菜市场接到了通知，从今天起，所有的肉铺、菜商，谁要是敢供货给你林叔，就在这行彻底砸了饭碗。林老板，算我求你，快走吧！这是谁下的命令？我真不知道。总之，我们这些小摊贩惹不起他们，你别为难我了。断供，我还不信这个邪。江老板，你这里一这的五花肉。林老板，你别跟我说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求你快走，别害了我。林总，这已经是城北最后一家大肉类批发商了，咱们再去碰碰运气。别泄气，大食堂还有上千张嘴等着吃饭，只要有一线希望，咱们就不能停。哟，200斤鲜排骨，300斤五花肉，大客户啊！老板，送货地址写哪儿？登个记。江城第一院大食堂，林叔。不卖不卖，走走走，今天不营业了，你们赶紧滚！你刚才明明还说货多的事，凭什么轮到我们连1斤肉都不卖？你这不是欺负人吗？老子不差你们这点钱，别在这挡着老子，赶紧走！再不走，我叫市场保安抓你们！走，我们回去。空的！林总，你们跑了一天，难道连1斤肉吗？大食堂库存不多了，要是买不到菜，大食堂就要断炊了！大家先静一静，越是这时候越不能慌，食堂还能撑2天，这2天我会想办法，我保证能买到食材。林师傅，你老实告诉我，你最近在进货这件事上，是不是得罪了那个掌控城南的霸主王老三？王师傅，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更谈不上什么得罪了。林师傅，你先坐下歇口气。你不知道他很正常，但在江城食材这一行里，只有王老三有这种能够让全城肉铺在一夜之中集体断供的本事。王叔，这王老三到底是何方神圣？真能一句话就砸了咱们全城肉贩的饭碗？何方神圣？他手里牢牢把控着市里几家核心的批发市场，全城各大企业、学校，还有咱们各大医院的大食堂供货，全部被他的势力垄断。王老三就是江城食材行里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他想要掐断咱们一个刚刚起步的医院食堂供给，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难怪前几天在院办谈特聘合同的时候，张主任说大食堂有指定的统一供货商，原来背后的利益链条出在这里。王师傅，我想我明白为什么了，是我在跟院方提出的一条规矩，进货必须由我一手把关。看来是这一条动了王老三的蛋糕，截断了他们原本垄断大食堂供货。就是因为这儿，以前大食堂供货走的王老三的渠道，你把进货全收回去了，断了人家的财路，王老三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次断供绝对是王老三在幕后操盘，诚心要把你往路上逼啊！既然躲不过，那今天下午我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王老三。如果他能保证食材新鲜，价格公道，由他供货我没意见。但如果他想拿以前那种发霉变质的次品来糊弄我，门都没有。你就是林叔。听说你连我们王家的供货合同都敢拒签，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王总，我下午正打算去拜访您，没想到您倒是先送上门来了，大费周章的让全城肉铺断锅，这就是您给我的见面礼。看来你也就是个外强中干、一下就死的纸老虎。怎么样？现在一根菜都买不到的日子，大食堂开不了工的滋味，好受吗？王总，我拒绝合同不是想跟您斗气，我只是想坚持做餐饮的底线。
大食堂面对的都是身体虚弱的重病号，让他们吃得安心、吃得营养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必须亲自进货、亲自把关，保证食材的绝对新鲜。少特么跟老子扯什么狗屁底线！在江城，老子就是底线。现在老子给你最后一个跪下求饶的机会。明天早上，我的送货车会准时停在大食堂后门，只要你把我送来的食材照单全收，老子就对你既往不咎。否则，老子让你这食堂明天就彻底关门大奖。王老板，我林叔开门做干净买卖，行得正，坐得端。身为餐饮人，对自己做的饭，对病人的生命负责，天经地义。今天把话说明白了，就算我们大食堂真的要和您合作，你也必须白纸黑字的在合同里向我保证，所有食材来源必须正规，并且绝对新鲜，少一样我都不会签。呸！给脸不要脸的臭娘们儿！行，林叔，你有种！看来这生意王总是不打算谈了，慢走，不送。老子倒要看看，没有老子点头，你明天能不能从这江城里买来一根肉丝？要是能让你开张，老子的名字倒过来写。林师傅啊，那王老三在这一带可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咱们彻底得罪了他，这大食堂根本不好收场啊！要不咱们找张主任去，给王老三低个头，服个软吧。王师傅，如果咱们今天低了这个头，明天大食堂进的就又是王老三送来的发霉僵尸肉，那我们之前整顿食堂不都白费了吗？可现在全城肉铺都对咱们关门了，拿什么做饭？后厨的食材我刚才清点过了，精打细算还能勉强撑2天。这2天里，我就算是跑去外地，也一定会找到其他干净合规的供货渠道。您放心。林老板，别擦了，快放下手里的活，跟我走。张主任，您这是干什么？我这围裙还没解呢，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解什么围裙？来不及了！快跟我去住院部顶楼见一个人，这可是真正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再晚就来不及了，快走！张主任，这不是住院部顶楼吗？您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张主任，这就是你跟我吹嘘的神厨，他看着才多大，他能行吗？你他妈在逗我玩！谢先生，您消消气，别看林老板年轻，他现在是整个医院大食堂最受欢迎、口碑最好的厨师。老先生如今已经重度厌食到这个地步了，咱们就当是试试看。试试？我爸躺在里面，你拿他当实验品？我连米其林主厨都请来过，他们做出来的菜，我爸连看都不看一眼。你现在随便从大食堂里拉个小姑娘来糊弄我，真以为我谢峰好欺负是不是？如果你只想在这里发泄你的愤怒，那你就继续拦着我，然后看着你父亲继续吃不下饭。医生，老先生到底多久没有正常进食了？整整1个星期了，滴水未进，现在全靠高浓度营养液吊着一口气。再这样下去，脏器很快就会衰竭。不管用什么药，用最好的进口仪器，钱不是问题。医生，为什么用了药还是不见好？我爸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谢总，这根本不是身体器官上的病，我们做了全套的造影和化验，老先生的各项生理指标都在安全范围内。这是心病，老先生自己丧失了活下去的意志，主观上拒绝吃任何东西。现代医学对这种求死的心态无能为力啊！心病，果然是这样。自从我妈半年前因病去世后，我爸就一直不吃不喝，整天盯着我妈生前的照片发呆。他这是铁了心要随我妈一起去啊！心病。娟儿，娟儿，娟儿应该就是他去世的妻子，能唤醒这种心存死志的人，绝对不是什么昂贵的山珍海味，而是他生命里最在乎的家常温情。谢总，别哭了，把眼泪擦干。我问你一件事。什么事儿？你快说。老爷子过去和你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念念不忘的，或者在嘴边经常提起的家常食物？我不知道，我爸这20年什么大鱼大肉没吃过，他能有什么忘不掉的普通食物？不要想那些高端酒楼，想想你们家最开始日子过得最穷最苦的时候，你母亲在土灶上亲手给他做过什么？糊涂面，对，是糊涂面，我想起来了。
以前我妈还在世的时候，我爸只要工作累了或者生病，就缠着我妈给他做糊涂面。我妈当时还笑话他，说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天天大鱼大肉，怎么他偏偏就爱那一口穷酸饭？那是一碗什么样的面？怎么做的？我妈说过，当年家里买不起好食材，煮面的时候地里有什么菜就摘什么菜往锅里放，最后抓一把干黄豆和玉米门，煮出来的面条黏黏糊糊的，所以才叫糊涂面。我爸这辈子最爱的就是那个。张主任，我现在就回大食堂后厨，给老爷子做这碗糊涂面。林总，您真要给那位谢老爷子做一碗面条？要不我们还是做点其他的吧？一碗面条能行吗？其他饭救不了他的命。小李，快去把后厨去年存着的干黄豆和玉米汁儿全部找出来，生火开煮。啊？干黄豆和玉米撒？那不是老家农村才吃的粗粮吗？救命的饭不分贵贱，拉风箱，点大火，快！面擀好了，可以下锅了。小李，关小火。就是现在。没想到这些粗粮做出的食物这么香。林总，这味道真像我小时候生病时，我奶奶在土灶上熬出来的糊糊面汤。这就是能让人活下去的家常烟火气。最后10秒，白菜叶，起锅。谢总，半小时到了，一碗粗面条要是能治病，还要我们这些医学专家干什么？简直是胡闹！你给老子闭嘴！让开，趁热把面汤凑到老先生鼻尖下。老先生已经重度昏迷1整周了，连药物都没用。要是靠一碗粗粮面就能醒过来，我今天就把这病历本生吞下去。爸，你动了！医生，快看！圈儿，我的糊涂面。圈儿，是你吗？我闻到你做的面条味儿了，老婆子，我真想你，想这一口热汤面啊！爸，是我是小峰，您一直念叨的糊涂面来了。林老板给您做出来了。林老板，我爸怎么又闭眼了？他就吃了3口，是不是吃的太少了？谢总，你先别慌，你看看老先生的脸色，再看看监护仪上的呼吸频率，老先生长时间没有进食，肠胃极度虚弱，绝对不能暴饮暴食。今晚他肯吃下这3口，已经很好了。等后面醒来，少食多餐即可。谢总，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千万别这样，折煞我了。林老板，你救了我爸的命，这一拜，你受得起。身为餐饮人，能看到病人吃下热乎饭，我就心满意足了。您快进病房，多陪陪老人吧。老先生刚醒，身边离不开人。好，林老板，痛快！以后你就是我谢峰的亲妹妹，我就是你亲哥。在江城这一片，要是哪个不长眼的杂碎敢欺负你，你随时给哥打电话，天塌下来，哥替你顶着。彻底空了，最后一筐白菜也吃光了。
林师傅，今天中午几百号病人和医护人员等着开饭，咱们拿什么顶上啊？林师傅，认命吧。食堂要是开天荒，院方会直接跟咱们解除合同。到那时候，这帮跟着咱们干的年轻孩子，全得卷铺盖走人。听我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现在就去给王老三低头服软，把供货合同签了吧。林师傅，别硬撑了。今天中午大食堂要是开了天窗，这责任咱们谁也担不起。王师傅，我不甘心。难道坚持做有良心、干净的餐饮，在江城就真的没有活路吗？武器不能当饭吃啊，活下去才是净道理。去找王老三认个错，不丢人。林总，王师傅，别在屋里坐着了，快，你们快出来看啊！小李，怎么了？是不是王老三带人来砸店了？不是，外面来了好多大货车，车上装的全是食材。这是怎么回事啊？哈哈，妹子，大食堂遇到这么大的难处，你怎么不向我这个当哥的开口？谢大哥，这么多顶级新鲜肉菜，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这得花多少心思？跟哥客气什么？我在乡下有几百亩大棚，乡下什么都不多，就是菜多肉多。以后你们大食堂的所有食材，我谢峰全包了。谢老板，可城南的王老三放了死命令，全城谁敢给大食堂送货，就要砸了谁的饭碗啊！哼，王老三算个什么东西？老子倒要看看，在江城这一片，哪个不知死的狗东西敢拦我谢峰的车？来一个，老子废一个！算算时间，大食堂那边的菜叶子已经吃光了吧？哼，老子倒要看看，林叔那臭娘们儿今天中午拿什么给那群穷鬼开饭？他迟早得爬到老子面前求饶。三爷，不好了，大食堂今天开张了，食材全齐了。放你娘的屁！全城的肉铺老子都下了死命令，谁敢给他送一根菜叶子？是那个开大棚的谢峰，他带着5辆卡车，把郊外种植机的新鲜肉菜供进大食堂了。谢峰，一个泥腿子，他居然敢和老子作对！废物，全是废物！连个毫无背景开破饭馆的小娘们都整不死，老子养你们有什么用？三爷，消消气儿，有谢峰撑腰，正面断供是行不通的，但咱们可以从侧面动手啊！少卖关子，有屁快放！谢峰的送货车都是从郊外拉过来的，大货车白天进城，根本没有市里的通行证。咱们明天带几个兄弟扮成城管，在医院后门把他的货当成非法运营，直接扣留。他那一车的货，就等着烂到车里吧。哈哈，好！没想到你还有几分聪明，滑头。哈哈，你现在就带人去办。哈哈哈哈！这回要是办成了，老子重重有赏。别动，全都给老子住手！例行检查，我们这可都是从乡下基地拉过来新鲜货，手续齐全啊！几位执法人员大清早跑来大食堂门前砸大卡车，总得拿出盖章的执法公文和正当理由吧？理由？有人举报你们这批货物属于无证运输，渠道不明。现在我们要依法将所有的车辆和物资就地扣押，带走。连制服扣子都扣不对，还露着大金链子。王老三啊，王老三，你就找了这么一群下三滥的地痞来假冒城管，真当我林叔是夏大的？
你们咋不讲理啊？我这就是正常的送货手续权，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扣车？凭什么？就凭老子身上这身皮！老子说你这货违规，他就是违规！少废话，再不滚蛋，连人带车一起扣回大队！例行检查，既然你们自称是依法办案，那就请你立刻出示你们的执法证件。还有，你们到底是哪个局、哪个大队的？扣押文书又在哪儿？当众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证件，老子办案还用得着向你一个小丫头子汇报？老子说有扣押书就有扣押书，识相的赶紧把钥匙交出来，把车留下。这位同志，林老板说的一点都没错，行政执法必须先亮证，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你连哪个大队的都说不清楚，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大家伙儿快瞧瞧，这几个人穿的衣服松松垮垮的，针纺都脱线了，连地摊上的假货都不如。最可笑的是，这领头小子的长领子里还带着一根拇指粗的金链子呢。哪个正规执法人员是这副流氓相？真不要脸，居然假冒公职人员来抢人家大食堂的菜！对，不要脸！这回要是办成了，老子重重有赏！都给老子闭嘴！谁再敢造谣，老子连你们一起抓！让你们就得留下！信不信连你一块儿打？给老子动手！发车！给老子住手！我看谁敢动我的车！我看谁敢动我妹妹一根指头！哟，城管，老子怎么瞧着你们身上这身皮，连隔壁草台八子的戏服都不如呢？你少在这管闲事！我们是在例行公事，阻碍执法。老子今天连你一起抓回去！例行公事，那我倒要请教请教，江城哪条街的城管执法，连制服扣子都能扣错位置？跟老子手里这根扳手好好解释解释，你们到底是哪个大队的？说不出来，今天老子就把你们的狗腿砸折！我已经开始录像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冒充公务人员当街砸车！别拍了，把手机放下来。小李，现在立刻报警，就说有人假冒公职人员抢劫。好嘞，林总，我这就报警。假冒城管来砸大食堂的配送车，你们这帮社会毒瘤，等警察来了，送你们去坐牢！要是被当场扭送进去的，假冒公职人员加上持械，估计在里面关个10年8年。死跑！你们给老子等着，这事儿没完！谢大哥，王师傅，今天虽然把这帮流氓打发走了，但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王老三既然动用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一计不成，他们一定还会对我们的后厨下黑手。妹子，你放心，我安排2个人在后厨后门守着，我看哪个不要命的敢来搞破坏。光靠人防不够，王师傅，从今天起，凡是运进大食房的食材，我们必须仔细核查，哪怕有一片菜叶子查不到源头，也绝对不能做成菜送给病人们吃。林师傅放心，我老王以后每天亲自盯着验货，绝不让他们有机会动手脚。谢大哥动用冷链车队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正愁没办法报答他。谢老爷子胃癌晚期，术后虚弱，这瓶能量水温和，补元气。一会儿我去住院部，请医生化验一下成分，如果指标没问题，正好可以给老爷子温养脾胃。医生，你怎么了？快来人啊！有医生晕倒了，值班护士快过来！还好，呼吸还算平稳，这是体力不支导致的低血糖休克。不好，这是急性虚脱，必须马上补充能量，否则会引发心力腺长。
陆医生，你刚才低血糖虚脱晕倒了，我刚好路过，为你喝了点补充电解质的温水。陆主任，你已经连做3台手术了，快把推车推过来，给陆主任挂高浓度葡萄糖和生理盐水。不用，我已经缓过来了，别占用医疗资源，把推车拿走吧。姑娘，你这水里到底加了什么东西？这水一咽下去，我能感觉到胃部有一股热气瞬间散开，身体很快就有力气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葡萄糖水。陆医生，您太夸张了，这不过是我自己调配的药山能量水，里面用的是山泉水，加了几味专门补充元气、调理脾胃的温和中药材熬制出来的，没有加任何化学添加剂。温和中草药，这绝对有极高的临床医学价值。姑娘，不知道你能不能让我把这瓶水拿去化验，做个全套的成分检测。如果效果真的属实，这可以用在急救和术后恢复上。当然可以，治病救人是好事，需要样品我随时可以提供，我配合检测。去你妈的城管！去你妈的例行性检查！你天天在老子面前自诩聪明，结果就给老子出了这么个假冒城管的馊主意！三爷，饶命啊！三爷，小的也没想到那林叔心眼那么多呀，连个毫无背景的小娘们都整不死，还差点让警察查到老子头上来。老子在江城石材行混了这么多年，脸让你这个废物给丢光了，老子今天就废了你！三爷，饶命啊！三爷，废物，假冒个城管都能被识破，老子今天非砸碎你的狗腿不可！三哥，手下留情，为了这么个蠢货动手，犯不着。再说了，现在就算把他打残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你少说风凉话，老子现在火大的很。林叔那臭娘们现在有了泄风之功，大食堂开得红红火火，老子以后还怎么在江城立足？三哥，消消气。滑头以前用的那些招数，说白了全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下三滥手段。咱们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换思路？你少在老子面前卖关子，有什么损招赶紧使出来。三哥，我这儿有一个好主意，只要咱们动动手指头，保证能让林叔那个臭女人在一夜之间彻底死不藏身体，到时候骗王老子也保不住的。说，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快说！我老家在偏远的山区，以前曾发生过一起中毒命案，有人在深山里误食了一种叫做灰花纹额头的野生毒蘑菇。三哥，您在食材行混得久，应该听过吧？毒蘑菇这种毒菇的外表和高档食用菌、鸡枞菌长得90%相似，如果不拿放大镜仔细看，哪怕是几十年的楼农也绝对分不出来，更别提那个乳臭未干的林叔了。你的意思是，咱们找人把这玩意儿进林叔采购的蔬菜里？谢峰的大卡车不是每天大摇大摆从乡下拉蔬菜吗？菜筐里不小心混进去几斤野生杂菌，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谁能想到它还有剧毒呢？只要医院的重病号吃下去了，大食堂出大规模中毒，不仅食堂要被查封，林叔也得去坐牢。张伟，你疯了！你这不叫出主意，你这是在蓄意谋杀！这要是吃死了人，警察肯定一查到底，到时候咱们全得吃枪子儿啊！三爷，你千万别听这疯子的话啊！咱们以前顶多是砸个摊子，就算被抓进去也顶多判几年。这要是毒死了人，那就是天大的案子，咱们全得抵命啊！三爷，滑头，所以说你一辈子只能当个上不得台面的小混混。只要我们把尾巴扫干净，谁能证明这毒蘑菇是我们放进去的？等那臭丫头坐了牢，这江城不还是三哥一个人说了算？三哥，咱们这计策不是杀人，而是诛心。你想想，林叔负责的那个大食堂是在哪里？那是在医院。在医院怎么说？这恰恰是咱们最完美的天然护生粉。你想啊，第一医院里全都是全市最顶尖的医生，在医院里发生这种事儿，那些家属根本连大门都不用出就能得到抢救，所以绝对死不了。但在性质上，
绝对会被定性为极其严重的食物中毒。你是说，就算没出人命，林叔那个臭娘们儿也得因为食物中毒卷铺盖走人？对呀，三哥，采用野生毒蘑菇，害得病患集体中毒。这项重罪扣下来，林叔不仅得把大食堂交出来，还得直接去坐大牢，一辈子都别想翻身。干！妈的，就按张伟说的办！老子这一次一定要让那臭娘们死无葬身之地！郑哥，咱们真的要这么干吗？这袋子里装的东西可是剧毒啊！要是真进了后厨，是怎么天谴的？闭嘴！现在跟老子谈天谴？之前你把事情办得一塌糊涂，要不是老子替你求情，你现在早就被三爷装进麻袋扔里喂鱼了。今天不弄死林叔，明天死的就是你和我。张哥，别吵了，来了，目标车辆出现了。妈的，这一路上连个休息站都没有，憋死老子了！走走走，赶紧去上个厕所，顺便吃点热乎饭。就是，这省道开夜车真折磨。车需要锁吗？走走走，锁什么锁？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连个鬼影都没有，谁稀罕咱车上那几盆白菜啊？动作快点，10分钟吃完，赶紧上路。就是现在，10分钟时间，你们两个去大门口放风，眼睛跟老子放亮点，只要有车来立刻学鸟叫。滑头，跟我走。林叔，这可不能怪老子狠心，要怪就怪你得罪了王老三，到了阎王爷那儿，你找张伟索命去了。手脚够干净的，林叔，你不是标榜要对病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吗？老子看你拿什么负责？小李呀，你瞧瞧这批野生菌，这成色，这菌散，绝对是顶级野山菌呐！林师傅找的这个渠道，真不是外面那些黑心贩子能比的。那可不，王老三以前送的都是些烂叶死肉，哪见过这么新鲜的尖货？王师傅，今儿中午咱们就拿这批野生菌子熬制菌汤，绝对鲜的不得了。行，就按你说的办，通知下去，全体生火。今天中午，咱们大食堂给全院的病人和医护人员加一道野菌孙汤，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千万别砸了林师傅的招牌。快来人啊！医生，快来人啊！我老伴儿吐血了，他吐了好多血啊！快来救命啊！我的肚子好疼。医生，医生你在哪儿啊？我女儿肚子疼得厉害，快救救她呀！快没气儿了，医生！洗胃机呢？所有的洗胃机全部推上来！全院，后心脏库储备，立刻调集，快点儿！全院各科室请注意！全院各科室请注意！现在下达特级紧急通知，我院现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目前重症中毒人数已超过100人，请所有休息待命的医护人员听到广播后，2分钟内立刻全部赶往急诊大楼参与紧急抢救。是中午大食堂的饭有问题，我爸中午只吃了那个林叔做的饭，吃完没一会儿就开始吐，全身抽搐。黑心商贩谋财害命，为了赚钱，居然在食堂里投毒啊！我女儿才8岁啊！把那个姓林的臭女人叫出来，让林叔滚出来受死！我出来！今天给我们一个交代，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小叔，外面那些家属都在砸门，他们这是要把咱们生吞活剥了不可。妈别怕，有我在，谁也别想动您一下。完了，林师傅，这回咱们全完了。外面的家属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这要是让他们把门砸开，咱们全得被活活打死在后厨啊！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所有的食材都是我大哥亲自在乡下基地盯着装车，亲自送到后厨，怎么会有毒呢？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撒开他！把那个投毒害人的黑心老板拽出来！全都给我住手！保卫科，把隔离带拉紧，谁敢在这个时候继续冲击后厨，延误家属抢救，直接带走。陆主任，不是我们要闹事，是林叔那个女人太狠毒了呀！我儿子吃了食堂的饭，现在还在下面洗胃啊！我们怎么冷静？正因为我是主治医生，我比你们任何人更想揪出下毒的黑手。但你们在这里聚众砸门，除了发泄无谓的愤怒，能救回病床上家属的命吗？林叔，我刚刚拿到了最新的毒理分析报告，所有送去急救的患者胃溶物和血液样本里，全部检测出了致命的俄猜毒素。林叔，你听明白没有？那是野生毒蘑菇里才会有的致命毒素。你老实告诉我，你们大食堂今天中午的菜里，是不是用了来源不明的野生菌子？鹅丹毒素、野生毒蘑菇，这绝不可能。今天早上谢大哥送货的每一张单子，我都亲自对过，根本就没有采购过任何。陆主任，各位家属，我林叔要是心里有鬼，刚才大可以逃跑，而不是站在这里直面大家。大家看清楚，这是我们今天的进货账本，每一项食材都有记录。我们向阳大食堂今天中午根本就没有任何采购、售卖谷类食材的记录。大白菜、猪、排骨、土豆、西红柿，确实没有任何野生菌类的登记。陆主任，我们所有的食材渠道100%公开透明，我可以担保，我们绝对没有买过任何菌类。林师傅，对不起，是我害了大家。采购账本上确实没有菌子，但那些毒蘑菇确实是我今天中午亲手放进大锅汤里熬煮的。你看到没有？猪说自己招人了，就是他们这群黑心商贩在荼毒。臭女人！你刚刚不是还拿着账本演戏吗？连你的厨子都招了，你这个杀人犯，大家别放过他！王师傅！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采购单上没有蘑菇，后厨哪里来的毒蘑菇？到底是谁给你的？王师傅，事关100多条人命，你老实交代，这蘑菇到底从哪儿来的？林师傅，我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也绝不敢故意下毒啊！今天清晨6点，我在清点卡车送来的菜，在搬运到最后一个筐时，发现竹筐底层多出了一大袋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鲜野菌。多出了野菌？我不是强调过，任何没有在账本上的食材一律不准进后厨吗？我糊涂啊！我以为是蔬菜基地看咱们要的货多，两边关系好，是不能给咱们大食堂的。我打开袋子看了，那菌子新鲜的很，和市场上几百块一斤的高档野生鸡头菌长得一模一样。我想着中午可以熬一锅野菌鲜汤，给病号们补补身体。我真不知道那是毒蘑菇啊！谢大哥的基地种的都是大棚绿叶菜，怎么可能产出昂贵的野生菌？这根本不是意外，这是一场针对我们大食堂精心策划的阴谋。喂，妹子，是不是大食堂你找的蔬菜不够用了？照你能哥说，我马上再让人给你拉几个过去。谢大哥，你听我把话说完。大食堂出事了，今天中午大食堂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100多名病患和医护被送进急诊室抢救。什么？中毒？妹子，这怎么可能？咱们的菜全是我亲自在基地盯着封箱装车的，绝对是最新鲜干净的。陆主任在食物里检测出了剧毒的鹅毛毒素。王师傅交代，是在你今早送来的白菜筐里多出了一袋野生蘑菇。胡说八道！我谢峰可以用向上人毛担保，我们根本不采任何野菌。妹子，你先在食堂别动，大哥现在就带人过去，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在背后做局。大家也听到了，林老板和谢先生事先对毒蘑菇一无所知，这极有可能是有人栽赃，大家别中了坏人的圈套。等谢先生到了，我们当面把事情查清楚。各位，听我说，我谢峰在江城做冷链运输10几年，从来不干砸招牌的事儿，我可以用向上人毛担保。今早装车的时候，车上连一根菌子毛都没有。今天早上的货是我盯着封的箱，干净的很，
如果在后厨的菜筐里发现了毒蘑菇，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儿，那是货车在半路上运货的时候，有人偷偷在老子的车厢里动了手脚。妹子，陆医生，我想起来了，今天清晨，司机郑叔在城南大桥偏僻那儿的老加油站停靠了10分钟，当时车上没人看着。如果有人想塞进这一袋毒蘑菇，只能是在那个地方。陆医生，你听到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而是有人故意投毒栽赃。大家千万别听这两个黑心老板演双狂啊！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故意在路上放进去？现在来编瞎话骗大家！就是，现在我们的家人在急诊大楼生死不明，你们随便编个偏僻加油站的故事，就想写出罪名，砸了这黑垛，让他们坐牢赔命！跟他们拼了！少在这里编故事骗人，砸了这家大食堂！全都给我住手！治安大队和刑警正在路上，谁敢继续行凶，直接当场扣押！大家别信他的，他跟那个投毒的臭娘们是一伙的，他想包庇杀人犯。大家冷静听我说，我是急诊科副主任陆晨，今天中午所有的食物中毒抢救由我全权负责，请大家放心，所有送去急救的患者，我们急诊科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洗胃，并且在半小时前用上了市里调配过来的特效解毒药剂。陆主任，你没骗我们吧？我儿子真的不会有事儿了吗？我可以以我的职业名誉向大家保证，所有中毒患者的生命体征已经彻底平稳，没有一个人有生命危险。保卫科，把那两个故意带节奏闹事的人摁住，一个都不许放走！你们凭什么抓人？我们也是家属，我们是来讨公道的。讨公道？你之前跟在贾城管后面砸车，现在又来这儿挑事儿，老子认得你，你是城南王老三手下的二狗吧？说，这袋毒蘑菇是不是王老三指使你们放进老子车里的？大家给医院和警方一点时间，真相一定会大白，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都怪我，李师傅、陆主任，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我怎么就长了一双瞎眼，连食材有毒都没看出来呢？我差点害了全院这么多人的性命，我真该死啊！王哥，你别这样，快住手！这件事不能怪你，那毒蘑菇外表和普通蘑菇一样，连几十年的楼农都未必能辨别出来。你又是第一次见，怎么可能提前防备？该死的人绝对不是你，而是那个下毒的人。王师傅，冷静点，现在最重要的是配合警方提供线索，把背后的黑手抓出来。大哥，你刚才说你的运输卡车今天唯一脱离兄弟们视线的地方，就是城南大桥底下那个老加油站，对不对？对，林妹子，我担保，装车的时候我全程盯着，绝对没问题。只有在城南那个老加油站停靠了10分钟，绝对是那10几分钟让人动了手脚。既然地点和时间已经锁定，那大哥，你仔细想想，那个老加油站周围有没有安装监控？没用啊，妹子，那个加油站根本就不是正规站点，它早就彻底废弃好几年了，哪里会有监控？我想到了，妹子，咱们有救了！妹子，大哥为了防止运货的时候出事，上个月刚把基地的这几辆大货车全部加装行车记录仪，连发动机熄火了都能24小时都能不间断录像。大哥，你是说他把今天清晨停靠在老加油站时的画面全部录下来了？是啊，太好了，只要有记录仪视频，下毒的人绝对跑不掉。走，立刻去储存卡。
停，再往前倒3分钟。对，就是这个时间段。是他，前2天假扮城管要扣货的那个混混。就是那个袋子！我早上掀开菜叶看到的就是这个袋子。这帮天杀的畜生！他们为了陷害林师傅，他们是在拿几百条人命在当儿戏呀！自作孽不可活，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毒计，现在成了送他们自己去坐牢的铁证。简直丧心病狂，公然投毒，这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天网恢恢，他们自以为能只手遮天，却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接报警！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这已经是重大刑事犯罪。感谢你们提供的证据，市局已启动特级抓捕预案，立刻实施全面抓捕。张伟，真有你的！哈哈，你出的这招真是绝了！我估计这个时候，那大食堂已经被家属砸成废墟了吧？三哥过奖了，这次大食堂彻底完蛋了。那个林叔这辈子都别想从监狱里出来。大食堂的经营权马上就是咱们的了。敢断老子的财路，这就是他的下场。张伟，咱们这次多亏了你。不许动！警察，双手抱头趴在地上。警官，误会，我是遵纪守法的生意人啊，为什么要抓我？王老三，你们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涉嫌蓄意下毒，现依法对你们实施逮捕，带走。警官，我说，我全招。蘑菇是张伟弄来的，是他出谋划策，在背后使坏。老实点儿，说重点。谁指使你们去的？谁拍的板？是王老三，他记恨林叔承包大食堂，断了我们的财路，才决定投毒的。不关我的事啊，我就是个跑腿的。我还要举报，我实名举报王老三。王老三为了垄断城南菜市场，其他咱竞争对手全都是他干的。通报指出，本次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是吃城南王老三团伙出于恶意蓄意投毒。林淑女士负责的向阳大食堂完全合规安全，特此恢复大食堂及林淑女士的名誉。咱们之前差点听了那几个地痞混混的教唆，冤枉了林老板啊！走，大伙跟我一起去给林老板赔罪。林老板，我们对不起你。那天我们急红了眼，差点把你店砸了，还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人心都是肉长的，躺在里面抢救的是你们的亲人，在危在旦夕的关头，谁也没法保持绝对理智。只要人没事就好。林老板，您真是一个活菩萨呀！我们砸了食堂，您不仅不怪我们，还这么设身处地替我们着想。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在第一医院说您大食堂一句坏话，我第一个跟他拼命。对，以后谁要是再敢来大食堂捣乱，给向阳小馆使绊子，咱们住院部的家属就全部抱成团，当场把他打断腿，轰出去，保护良心大食堂，保护良心大食堂。林老板，分析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那几瓶能量水，里面富含多种对重病号和术后体虚者有极强调节作用的微量元素，效果极其显著。陆医生，这水是我们向阳小馆祖传的膳食配方，看来科学能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所以，我今天主动找你过来，是打算正式向药监局申请特药评号。林老板，你愿意授权吗？
能帮到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我100%愿意。下面有请由全院医护数10万名患者家属全票选出的江城市年度最受欢迎良心餐饮人物林淑女士上台领奖。好妹妹，大哥为你骄傲。小叔，你对得起咱们家的招牌，咱们的良心盒饭终于被所有人记住了。妈妈是最棒的，妈妈做的饭天下第一。做餐饮就是做良心，只要我林叔在厨房一天，大食堂的案板和餐痕就永远干净。我们要用最本分的食材，让每一个人都吃得起，吃得安心。谢谢大家。